很多人问我想要买相机，但不懂从哪里开始。其实真的不用想到太复杂，你只需要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想要拍什么？你适合什么类型的相机？你的预算有多少？今天这支视频，我就带你一步一步搞清楚，寻找适合属于你自己的相机。第一步，你就要先搞清楚你买相机是想要来拍什么。如果你是想要拍视频、Vlog 跟 YouTube， 那你需要的是操作简单、对焦快，最好有翻转屏幕，还能接麦克风的相机。比如说 Sony、Canon 这些品牌都有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要拍家人、孩子或者日常生活，你需要一台比较轻巧、反应快，然后简单容易用的相机，比如说 Fujifilm、Canon、Sony 都有适合入门者的一些机型让你去选择。如果你喜欢拍风景、建筑、旅行，那你会需要一台画质比较好的、支持广角镜头、白天晚上都能拍得很清楚的相机。Nikon、Canon、Fujifilm、Sony 都有针对旅拍相机的系列。那如果你喜欢拍人像，比如说要求非常高的女朋友、美照，甚至还有想要试试商拍，那你需要画质更强，可以拍出背景模糊、镜头选择更多的相机，比如说 Sony、Canon、Nikon 都是很多人选择的品牌。那如果你是想装，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。总结一下第一部分，没有最强的相机，只有最适合你的用途的相机。那第二步，我们来看看常见的几种相机有什么差别。第一种就是手机的相机。现在很多手机，比如说 iPhone、Samsung、华为、OPPO、小米或者 vivo 等等等等，他们的拍照已经很强大了，你随便拍发去 social media 的话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缺点，它的 sensor 太小，夜景比较差，背景 AI 模糊优化又不自然，因为手机太多系数都是靠自家的 AI 来优化照片的。但是现在目前的科技上已经开始慢慢进步，很多大制作都已经尝试用手机来拍摄了。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，以后我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。第二种就是运动型相机，就像 GoPro、DJI、Insta360， 它们的优点是体积比较小，防抖强，防水防摔，特别适合户外运动，拍摄第一人称视角真的是最好。但它的画质有限，它的镜头不可以换，也不太适合去拍人像，夜拍画质对我来说也不是太行。第三种就是 APS-C 无反相机，是最多人使用的一个类型。那它的画质会比手机还有运动型相机好很多，然后它重量又不会很重，也是可以换镜头。Fujifilm、Sony、Canon、Nikon 都有从入门到进阶的那个选择。那第四种就是 Full Frame 的相机，就是全画幅无反相机，那画质更强，暗光表现更好，背景虚化比较自然，适合追求更高画质或商业用途的人。比如说 Sony、Canon、Nikon 都是主力，但相对来讲它会比较贵，然后机身和镜头也会比较重。Alright，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对比。手机呢，它是最方便，它适合记录日常的人群。运动相机，它小巧防水防抖，适合户外运动玩家。APS-C mirrorless， 它可以换镜头，它画质相对会比手机和运动相机好很多。它适合初学者或者是内容创作者。全画幅无反 Full Frame Camera， 它画质是最顶级的，背景虚化比较自然。它适合商业拍摄或者是 Pro Level 的摄影玩家。如果你的预算不是很多，比如说1000到2000块马币左右，你可以考虑继续用手机，或者买一台二手的入门相机来练习。因为1000块到2000块的话，应该只能够买到一些手机的配件，或者是运动型的相机，就是 GoPro 那些。如果你的预算
比较中等，大概是2000到5000块马币之间的话，你可以开始考虑一些二手的 APS-C 无反相机，再加一颗镜头，可以拍照，也可以练习拍影片。如果你的预算更高，大概是6000到1万或者超过1万的话，对画质更有要求，你可以考虑去进阶你的机身或者是镜头，甚至上去 Full Frame System， 搭配脚架、麦克风等配件，打造一个完整的创作组合。重点提醒，不要把所有的预算花在机身上，因为它的镜头、Memory Card、电池、相机带、防潮箱、麦克风等等等等，这些都很重要。那最后再帮你整理一次重点。首先，你先要知道你想拍什么，然后选对类型的相机，再根据你的预算去做决定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想要从事摄影行业的时候呢，都是去试用了朋友的那个相机之后，再花钱去买自己需要的设备。那切记，买了相机就不要拍了一次之后就放在那里，因为它有机会会发霉。那一旦它 sensor 发霉了之后，你的相机就不能救了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选择了一台相机的话，最好是买同一个系列或者同一个牌子的，因为以后你一旦买了镜头之后，其他牌子是不能够共用的。最后，其实这个摄影这门玩意是因自己喜好而异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可以尝试先用手机或者 APS-C 相机来学习如何操控，什么时候用怎样的系数，那如何利用光影来呈现你的作品。把自己的技巧学好了之后，再开始慢慢进阶。如果你还是不确定该选哪一种相机，欢迎留言给我，我可以再拍一集专门针对你的喜好，再帮你分析适合你的相机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给你带到一点价值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 comment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